你是在研究双向情感障碍吗？这个 F 是之前师姐那个来访者吗？是我们老师有对这方面有研究。这种病被称为天才病，非药物性的认知干预措施可能才最合适。认知疗法，线索回忆训练。教授，患者有没有亲密接触的人，比如说爱人、亲人、朋友，或者是跟他共同经历了某段珍贵回忆的人？就像这个拼图，通过他人提供的客观线索，帮助患者拼凑出缺失的记忆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不仅可以帮助他们找回记忆，还可以对患者进行线索回忆的训练，这样也就可以帮助他们修复自由记忆的功能，是有这种可能性的。这些人当中很有可能存在伤害过他的人。情绪一旦受到刺激，患者很可能再次陷入危险。到时候不只是记忆缺失的问题，更可能的是生命的威胁。别失落，你就再往这个方向研究研究。你在等着自己猜想被证实，别人也一样，也在等着你的猜想被证实。行了，赶紧回去休息吧。你女孩子熬夜伤皮肤的。喝了您这个茶，我还哪能困呢？你得怪我了。没有了，我现在精神抖擞，我得赶紧回去准备今晚电台的工作了。走吧，走吧。走啦。哎，切记不要囫囵吞枣。知道啦。小张，公映会资料准备一下，周二要用。好的。哦，公映会的李总他胃不好，不能吃凉的，所有菜都用热菜，知道吗？好，我记住了。Kevin，年会报表中的折损计算有一些误差，重新做一份，下班前给我。对不起，汤总，我现在就做。Cindy，下周的企业家交流会记得跟主办方再确认一下注意事项啊。好。这份请示是你做的吧？是我写的。因为房总急着要，所以我就赶紧写了一份。汤总是有什么问题吗？内容都很流畅，但是标点符号有一些问题，比如说像这里，标注数值范围起止一般是用拨浪线，而不是一字形。还有，4位以上的数字一般采用的是国际通用的3位分解法，就是从小数点往前每3位为一节来分解，改一下就好。汤总，如果内容没错的话，这个影响大吗？大。不管是请示还是其他文件，一般涉及到机关部门，一点标点符号的出错都会有影响。不过没关系，这次呢，因为时间太紧张了，也不是你的问题，我帮你改一下，下次注意就好了。小倩，你能把电子版发我一下吗？汤总，你怎么知道我名字的？你刚看见那个汤丽丽，感觉怎么样啊？是啊，怎么样？汤总人很好啊，挺好说话的。你知道她之前的事儿吗？对呀，知道啊。不过她的事情不是已经澄清了吗？那个是被陷害的。谁知道是不是真的？而且她一离职就把钱东家给卖了。这种人金玉其外的，说不定私底下比谁都脏。哎，特别棒，这个字。小丽，你看看。哎，老钱，我发现你有做演员的潜质啊。可以呀，老钱。小丽，我再点来一份，你看你还要吃什么？可顿笨！天哪！你刚才拍照那几个姿势都是认真的吗？啊，哎，这些时尚的动作
信手拈来。哦，打扰了。你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怎么不叫我一下就走了？你当时正在睡觉呢，人家家辉起得早。那你们去干嘛了？吃早点？没有，我去老师家送点东西，顺便搭了个车。怎么了？打车？嗯。那你坐哪儿？副驾驶？朋友的车。你说我能坐哪儿？贺老师，你来啦！贺老师，哎，贺老师，今天东子哥长镜啊，这个台里啊不给咱海报的预算，咱只能自己凑合凑合。何老师，你别嫌弃。你不会嫌弃的，自己人拍照我反而没那么紧张。紧张？我没想到你还会紧张呢。哎，那咱换衣服啊，准备开始啊。好。你调这灯。这个姿势帅不帅？有一点油腻。微笑。换一个。贺老师，我觉得你太紧张了，你可以放松点，没事的。是啊，老钱，你这样，你那个手啊，你别无处安放了，你放这儿，是不是？啊，离近一点。哎，离近一点。行，咱们再来几张啊。哎，对，微笑，微笑，靠近一点。哎，笑一个。哎，好尴尬。还是有点尴尬。东子，你再给人家调调嘛。你俩别跟不认识似的啊！你俩是搭档，搭档。哎，靠近，离近一点。哎，头。这没必要吧？哎，有必要，非常有必要，特别好啊！这特别好，你这手。哎，手。哎，对不起。他拿我手。重来，继续。哎，放在这儿啊，保持住，好吗？来，特别好啊，来了，哎，保持住，哎，太棒了，这。不是，我说，这合理吗？咱只是拍个宣传照啊。我觉得特别合理，我觉得也挺合理的。特别合理。听风的旋律缓慢坠落，树叶的声音，看阳光清晰，匆匆经过你的身影。那深藏心里的小秘密，那忧伤却美丽的雨季，那总该面对不舍的别离。再靠近一点，哎。我们俩是不是贴得太紧了？你干嘛突然练武术啊？要钱了。哦。来吧，咱们回味，再来几张好吗？再来几张，来吧。哎，微笑，来微笑。哎，好，好多了。特别好，这感觉特好。离近点，头。
下周一的例会资料已经准备妥当，附带公司的季度财务报表，请您过目。速度很快啊！这报表刚送上来都没多久，以后这些都会先经你的手。好的，方总。怎么样？刚上手还习惯吗？方总是在质疑我的业务能力吗？我是想跟你说，如果你有任何问题，一定随时告诉我。在我这儿，你不用担心任何事情。方总，上班时间禁止调酒。是这个味儿。怎么样？长大了还这样，小狗鼻子。我吃了，快吃。好吃啊！这晚饭点啊，你就吃这包子，就闪这个。嘿。您胆儿大了，现在在眼皮底下都敢了。咱爷俩这关系，喝一杯没事。他能管得着吗？我自打开上这滴滴啊，就很少喝酒。这2天不出工啊，喝点白水。那您这滴滴拍的好，这酒啊，能戒了就戒了，您也听点话，是吧？哎，正是年轻力壮的好时候，这也应该啊，考虑自己的终身大事啊。这要是年底啊，能把婚结了，明年是壬寅年，生2个这个虎娃娃，没问题呀。哎呦我的天，您把日子都给我算好了啊！那我得努力努力。有对象了？哦，没，就是有喜欢的人了，但人家不喜欢我。哎呀，你这小子也有认吃瘪的时候，你可是打小就是犟脾气啊，是这个撞到南墙都不回头的倔脾气啊。怎么着，在这个追女朋友上认怂了？我没认怂，就是小的时候吧，给人惹急过。来，喝酒。爸，我儿子。各位叔叔好，好久不见。路上堵车，来晚了。叶总，你还有这么大个儿子呀？嘿，你们看，这哪像爷儿俩呀？啊，叶总啊，你年轻的时候，这是大有作为啊！小叶啊，既然来了，叔叔有个问题要考你一下：什么叫风物长宜放眼量啊？牢骚太盛防肠断，风物长宜放眼量，是伟人的一首诗，规劝有人长寿之道是少发牢骚。赶紧吃。今天有儿子来助兴，我就破个例，我敬大家一杯。来，我开车了，以茶代酒，敬各位叔叔。好，来。你那边进展的怎么样？我都有数。你有数，这个说法很违心啊。临渊羡鱼，总归不如退而结网。今天这个例既然破了，以后这个酒该怎么喝，就得按我的节奏来了。
我敬大家一杯。发财！群姐啊，你都连吃了我3张牌了，你这是给我们一点活路都不留啊！唔好意思啦，老天爷赏脸给饭吃，我啊运气来了，挡都挡不住。哎，丽丽来啦！哎呦，阿姨好，丽丽啊，这是又给你妈送生活费来了吧？这点小钱儿不麻烦别人给。打牌打牌。喂，这是什么呀？你自己看看吧。你这什么意思啊？我给你盘了个店，想着你以后能自己有事儿干，还能给自己挣点零花钱。商铺买卖合同哎，还真是你的名字哎！你这是又唱的哪一出啊？你不是要跟我断绝母女关系吗？妈，我们没吵架，怎么还在记仇的呀？我这不想着，以前给你那点小钱你都不够花，给你有个店面，你还手头能宽裕点。小区南门呐，黄金地段呐，每天打南门这上下班的人可多了去了。52.5平哎，不累哎。哎，可以开个小吃店啊！现在年轻人都喜欢吃炸鸡喝奶茶。丽丽啊，下不少老本吧？对你妈可真舍得哟。你是不是找到新工作了？啊，就是自己有安排。那你是那个？好好好，妈什么都不问，自己的事儿啊自己办。但是有一点啊，在外边咱可不能吃亏，知道吗？哎，这天底下能让我趟这个吃亏的人，也就剩我亲妈一个。真是羡慕嫉妒恨啊！不对，没有恨啊！真是的，天底下上哪找这么好的闺女哦？可不是嘛！你们说这财神爷赏脸有什么用啊？还不是得看生的女儿有没有本事。灯杆子，你神气！来打麻将，打麻将。以后啊，我就可以一边打麻将，一边收租金。你这是干什么啦？我还没讲条件呢啊！你得答应我，以后你得少打牌，自己看这个店。知道了，我都知道了啊，听你的。来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敷衍我。你要是不好好看这个店铺，以后生活费就没了。不是我说你这个小白眼狼，你这是给个甜枣再打一棍子。你跟谁学的啊？你跟谁学的？你不答应我，我就撕了。不，答应，全都答应啊，都听你的。来，跟你接着打牌。哎呦，以后都当老板娘了，还有时间陪我们打麻将吗？哎呀，到时候我抽时间呗。
国际广播电台 FM 99.7即将播出钱开义主播为您带来的心扉夜话。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晚上好，这里是 FM 99.7海丰国际广播电台心扉夜话，我是你们的主持人钱开义。大家好，我是贺顿。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啊，我们发起了一个 Say No 的分享活动。Say No 呢，主要是鼓励大家去拒绝生活当中让我们感到不适的请求。那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有任何想要分享的故事呢，可以来到我们节目的主页心扉夜话的微博来进行分享评论。好了，何老师，让我们来分享今天的第一条留言。第一条留言，他的 ID 叫做梦想有天。他说：“我目前正在考研，可是朋友经常叫我去参加聚会，我不敢拒绝，因为我怕我们的友情会因此变得冷淡。所以每次参加完聚会之后，我回家都会通宵的学习。可是最近我终于想明白了，我拒绝了我的朋友。我相信如果是真的朋友，他们会理解并且尊重我这个决定的。”好的，那我们这一边还有一个叫大虎的听众朋友啊，他说：“我终于拒绝了家里要我去相亲，给我找对象这件事情。他说我和老婆离婚了，孩子归我管，家里呢一直着急给孩子再找一个妈。但是我相信有我自己一个人的能力，也可以让儿子吃饱穿暖。我一个人也可以给到孩子足够的爱。”是的，大虎。其实我觉得，如果只是为了给孩子找一个避风港，而不顾家庭成员的组成，可能出发点是为了爱，可最后往往会适得其反。你要相信，并不是父母健全的家庭才可以培养出非常有爱的孩子。只要你给予孩子足够的爱、关心还有陪伴，孩子依旧可以健康快乐的成长。喂，你。读了这么多条留言啊，真心的替大家感到高兴。就像贺老师说的，如果你真的感受到了自己内心的想法，并尝试以沟通的方式来诉说自己真实的想法，那或许这一切呢，可能并没有你想的那么的糟糕。那么也要在这边呢，感谢所有的听众来分享自己拒绝的经验。那也希望这一切的事例呢，可以给到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带来一些实际的帮助。是的，从刚刚的听众分享他们的经验，我们可以知道，其实拒绝也许结果没有那么糟糕，也不会使对方感觉到非常的难堪。在人际关系当中，我认为我们每一个人还是要多多在意自己的感受，这才是爱自己的真正的体现。进广告。丽丽，啊，佳慧啊，这么晚了还要出门啊？对啊。贺顿呢？不在家吗？他做节目去了。没事，我就随便问一问，出门小心。佳慧，今天的事儿能不能别跟老贺说啊？什么事啊？我知道你看见了。你这么怕他知道？倒也没有怕他知道，就是觉得不想把事情弄得很复杂。放心吧。谢谢。出门小心。好。好了，那在我们节目进入尾声之前呢，最后一位叫做小风声的听友说呀，原生家庭呢造就了我从小不懂得拒绝、习惯讨好的性格，但是我不想再因为小时候的10年影响自己一辈子，我要学会拒绝。那何老师，我有一个问题，像这些受原生家庭影响的人啊，他们做一些什么事情可以给自己带来一些突破和转变呢？在心理学领域中，原生家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。最近这几年，这个概念备受关注。原生家庭对每个人的影响确实很深远，但并不是一锤定音。那你的意思是，哪怕是小孩子之间的一个玩笑，也可能给一个人带来极大的、深刻的影响？我理解的正确吗，何老师？因为其实，在我们每个人当中，
是可以这样理解，因为在认知行为学派当中，一般会认为，儿童对于外部世界所形成的认知解释，可能会影响他们有关自我价值的核心信念。没错。哎呦，我看看这是什么玩意儿。没有谁的人生是没有缺憾的，但是能在缺口去创造属于自己的圆满，这也不失为是一种勇气和强大。那这也是小风声的可贵之处。那么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今天我们的节目呢，到这里就要结束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再见。听风的旋律缓慢坠落，树叶的声音，看阳光清晰，匆匆经过你的身影。那深藏心里的小秘密，那忧伤却美丽的雨季，那总该面对不舍的别离，那些点滴，那些回忆，那支跟你借没还的笔，那些不懂装懂的问题，那次不经意看到的叹气，那些点滴，那些回忆，都有你，都是你。风的旋律缓慢坠落，树叶的声音，看阳光清晰，匆匆经过你的身影。关于哇，我们家丽丽转型了，转成贤妻良母了。转型照顾你行不行啊？最近好像很忙啊。还好啊。我看你总是出门啊。啊，这不是刚开始工作嘛，是有点忙。我还回去看了趟我妈呢。新工作怎么样？顺利吗？以前在云锦的时候，天天跟打仗似的，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呀？这都小 case。我知道你想问我什么。我想问什么？你不就是想问我是不是谈恋爱了吗？丽丽，如果你谈恋爱了的话，我会为你感到非常高兴的。只是我很担心。亲爱的，我是个成年人了，我有自己的判断力。我就是找了一份新工作而已。怎么样？少了我的陪伴不习惯？
去公司了啊。下一个。凯一，贺老师不会准时吧？他会。那行，那我先吃饭去了啊，你慢慢看啊。何端，我喜欢你。何端 ，Hello。何端，我喜欢你。你刚才在跟谁说话呢？没跟谁说话呀，我背稿呢。那么认真啊？不吃饭？姐，你说怎么跟人表白呢？你要跟谁表白？跟一个女生，她在工作上帮了我很多，人长得好看，还很善良，最主要的是，她总是在背后默默的关心我，帮助我。其实你可以直接说，对方也许跟你想的一样。我就知道是这样，姐，谢谢啊。我到底要跟谁表白啊？我以为你猜出来了，还不能告诉你。陈开颖，赶紧把稿子弄好。来了。这稿子了，来吧。先不着急，你渴吗？给你倒点水。谢谢啊。凯天啊，男人在适当的时候要让女人展示力量。水呢？哦。谢谢啊，那我们开始吧。我最近写了首诗，给你念念。好啊。适当的时候，你还要展示自己的才华。阖家欢乐的一天，顿感人生的畅快。我独自站在高楼，夕阳洒在了脸上，幻想终究会过去。你稿子准备好了吗？听懂了吗？听懂了。好诗，
原创的非常好，很有那种意境的感觉。你没听懂我这首好诗啊，听懂了。那个，咱们开始吧。你要学会示弱，有的时候要让他知道你是需要他的。哎呀，肚子疼。肚子疼，喝点水就好了。来。哦不，真疼。钱开义，你壮得跟小牛犊子似的，坚强一点，加油！来对稿吧。我给你发过去的东西，你看了吗？你的主持稿一发过来我就改好了，留言我也整理完了。你想不到，昨天咱们那个节目的预热呀，完全爆天，就光这微博的评论就有上万条，在里面筛选了30多个不错的素材，还是我不努力。对了，那天晚上你说来了恐怖电话，现在知道是谁了吗？我怎么知道啊？要是知道的话，你会被吓到。你这人高马大的，胆子只有这么一点。你是那天没在这儿，就我一个人。这四周乌漆麻黑的，那灯光忽闪忽闪的，还有那电话里，小孩在哭，女人在笑，还有几声恐怖的布谷鸟在叫。小贺同志，你这小眼神儿，你不相信我是吧？你敢不敢打个赌？打什么赌？咱把电话拨回去，要是假的，我把这诗吃了；要是真的，你把那诗裱起来。我还是比较喜欢看你吃纸的样子，我已经迫不及待想看了，请吧。懂了，快，再过来一点。有免提。喂，您好。您好，女士，这里是海丰国际广播电台新飞夜话的节目热线。您有天夜里给我们打过一个电话，是有什么事情想要跟我们分享吗？电台？你们是不是搞错了呀？我没有打过电话。不可能啊，我们这边有来电显示。对不起啊，我不知道你在说。不好意思啊，这位女士，我们的工作人员可能智商不太行，所以搞错了。打扰了，再见。不是，哎，他真打了。嗯哼。吃纸吧。他真打了，请。小莫，你过不过来？我跟你说啊，大家都等着你呢。我马上就到了。吧，就在喝一杯。有没有这样人？佳辉，去扔垃圾啊？啊，我帮你去吧。没事，我自己去就行了。怎么了？丽丽呢？好几天没见她人了。她不是去那个新公司了吗？最近比较忙，所以好几天没回来。你找她有事吗？她应该是跟新男朋友在一起吧？她没告诉你吗？那天我出去的时候，看见她从工作室上了一辆黑色的车。没跟你说的话，应该不是。只是看他们动作很亲密，我以为是她男朋友。我刚才忘了，他之前跟我说过这事儿。我去扔垃圾了啊。好。